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中日因为台湾大吵特吵，吵翻天了，结果中国换到了什么？你看到今天《纽约时报》这一篇写的太精辟了，我太喜欢这个标题了。他说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其中我们画红圈这边，你往下看，他说一个词就足以击碎大国的自信外衣，这代表什么？今天你中国完全被看破手脚，而且全世界就是这样看你。就在这个氛围之下，今天全台湾人嗨了，他签署了一个法案，这法案跟台湾息息息的相关，这叫做《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今天连外交部长林佳龙他都说了，这个有帮忙，这有帮忙什么？或许赖总统有很高的几率可以过境美国，但是为什么美国今天要出这个手？他完完全全看破中国的手脚之外，第二点是美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为什么在 G2 川习峰会的时候，川普一直跟大家讲，我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铺排，全部都跟台湾是有关的。好，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我们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我刚刚特别说了，纽时间这篇报道，真的把所有实话全部都讲出来，真的把中国最不想听的全部都讲出来。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一个词就足以击碎大国的自信外衣。对，这中国怎么能够忍这种标题？没错，我们看到最近的中日不是因为台湾问题呢，两个国家闹得不可开交吗？我们看到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你看高市早苗不卑不亢，他说不屈服就是不屈服。然后你看他现在在中国的，在这个日本的民调节节往上升。对，他说的工作再工作，已经变成是今年的年度用语。他的提包目前卖到缺货，日本人完全站在他这边。我们看到中国，习近平现在能做什么？他现在做到目前为止，他亲自部署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糗大了。对，今天这个纽时的报道里面，高市早苗戳破了习近平的台湾战略幻象。他就说什么？高市近来对台海的强硬发言，让北京的大国自信遭到戳破。为什么大国自信遭到戳破？如果你真的是大国自信的话，你干嘛要打电话给川普去讨拍，去要求他主持公道？所以表示你还是以川普为老大嘛，你根本不是大国嘛。然后你这样欺凌日本这样一个状况，而且都是欺负什么一些武威这种很小的事情，连那种歌手你也要去弄他，对，弄一些什么，我简单一句讲，小动作很多啦。对，没错。好，那你这样一直不断的这样施压之后，你看。原本我跟他讲，美国跟这个日本未必要对这个问题表态。问题就是你施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说后来变成什么呀？习近平面临到原本避免的局面，一个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面妥协的美国总统，以及一个敢于直言危机可能波及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因为大家都认为台湾是核心利益，那大家都说也不想跟中国闹。可是问题中国一直要你表态，那你就只好表态。他今天做了一个动作。今天他签了一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啊，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是什么？台美关系更上一层楼的法案啊。所以这通过是什么意思？通过就表示说美国要加强跟台湾的关系嘛。你11月24号才跟习近平讲过电话，结果你现在12月2号你可以丢这个法案起来，你觉得中国是怎么想？中国一定跳脚，你搞什么？你川普在玩我吗？对，好，那川普签这个法案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站在高市早苗这一边嘛，所以才跟你讲，今天的川普的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的动作说明了美国立场，还有说明他的立场，还有说明习近平你也要对台湾的这个期望来说的话，恐怕美国跟日本呢都是反对的一个状态。所以是这种，我们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到底对台湾来说有多重要？你看到这个人。外交部长林佳龙，对，他在澎湖的时候，他受访的时候，我心想，他怎么突然去讲这样的话？原来今天两个事情对照起来是有意义的。你看到他说，我们不认为在美国过境会有任何的问题。之前不是说什么赖总统要出访是被挡，你不准来，结果现在不一样喽，现在是什么？甚至来访问拉丁美洲国家时可以过境美国的。对，没错。好，今天林佳龙接受媒体访问的，就是说，我们赖总统过境美国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在近期内会发生嘛，哈。所以看起来那么有信心。那你看那么有信心的时候，有人就崩溃了，中国就大崩溃了。中国就说嘛，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长，没有这回事。但是问题是，美国不想理你这件事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川普签的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的时候通过之后，我就跟他讲，
这个等于是再进一步松绑。我们曾经来访问过台湾的这个蓬佩奥，对，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当时卸任的时候呢，国务院他自己取消对台湾的这个自我施加的所有限制，废除所有对台湾联系的准则嘛。好，那这个法案来说，后来这个拜登又把它缩紧嘛，对不对？那现在川普第2任上台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但是现在等于是这个法案签下去之后，赵和，你知道，因为这个法案来说是今年2月的时候是在参议院通过，今年2月提出来的，对，然后5月在众议院通过，对，然后11月18号的时候在参议院通过，而且都是无异议通过，全部无异议通过。好，那我跟你讲，无异议通过的时候，川普呢，他一定就会签，因为2党都无异议的，他不可能去阻挡这个法案嘛。虽然说他可以不签，但他就签了。好，那签了之后，这个可以做什么呢？我跟他讲，第一个，他就要保证说，每5年呢，你国务院给我审查一次，现在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法案，你要报告给国会，然后国会呢会给你一些意见，然后你再改善。好，另外一个，他里面有一个点最重要，他说要解除所有的目前的重线，未来可以朝这个部分。所以朝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台湾有非常多，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啊，还有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不能够到华府地区范围之内，未来搞不好都可以取消，都可以。以前可能要躲藏，还要问说我可以去吗？对，现在不一样，抬头挺胸，没有，以前是走进去，以前是不能够在华盛顿地区，都没办法进去，是只能在旁边什么马里兰州什么之类。现在我搞不好要解除啊。解除了，搞不好，我们搞不好未来看到更高阶的官员到那个地方去。对，那你说中国会怎么样？中国当然跳脚嘛，都崩溃了。对，好，那我就跟你讲，我就为什么跟你说，川普是故意的。我跟你讲，时间是这样，我跟他讲，11月18号的时候呢，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好，无异议通过。10月24号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嘛。然后习近平一直跟他说台湾怎样什么的，不能核心的部分，你不要这样讲那么多。就今天12月2号，他就跟你签了台湾保证实施法。所以摆明了他就要打习近平的脸呐！我懂了，11月18号，川普要早就知道了，已经不要跟他讲，对，已经送进来了，已经因为参议院通过，已经送到白宫了。送到白宫之后，他还打个电话跟习近平讲，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很故意？对，他就说，我们已经通过这个法案了，我已经知道，那我就打个电话给习近平说啊，你最近不要挑衅日本啊，这日本怎么一回事？就他现在给你签，对，所以等于是说，用透过11月24号叫你买这个大豆嘛，那习近平也买了啊，但是问题是习近平没有得到他的答案啊，所以跟他讲，这个中国为什么崩溃？今天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实施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当然是输得非常惨嘛，哈。那我跟他讲，这个《纽约时报》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说呢，这一次讲，你看他说这一次的怒火背后核心走向更深层嘛，这个北京意识到长期孤立台湾，被迫接受统一的这个可能跟走向失败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他的意图是让台湾的这个相信抵抗徒劳，只能够屈服，避免爆发所谓冲突性的冲突嘛。但是高市打破这一堂心理的逻辑嘛。北京示意若加大对台湾的威迫，可能会引来盟友的集体回应嘛。这就是这样子嘛。盟友集体回应不单单只有日本或者什么，对，是全世界所有盟友回应，对，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对，没错。好，那我就讲为什么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很尴尬。因为他挑动了民族情绪嘛，他已经把他自己逼入绝境啊，对不对？因为他对日本的妥协会被为背叛自己激起的这个公众怒火，所以习近平变成他没有后路可以退，他现在只能越来越强硬。对，可是问题是越来越强硬的结果，你要怎么办？大家都原本不想讲，你就逼他表态嘛。对，所以你看现在英国国防大臣说什么？目前在澳洲的联合军演接受采访的时候，如果台湾发生战事的时候，英国已经准备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了。所以台湾有事，英国也有事。对啊，因为又加一个了。所以我就说，你这样逼的结果就是逼的盟友表态嘛，哈。那我跟他讲，那你说真的，假设真的这个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美国还有英国，你觉得只有这几个国家要来吗？我跟他讲，绝对不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安局长蔡明彦就说，台湾海峡呢，目前为止来说，有非常多国家呢进进出出，特别是今年以来，你看，包括日本啦，包括说像美国啦，包括澳洲、加拿大、澳洲这个纽西兰啊、加拿大、法国、英国，还有一个国家越南，它都穿越台湾海峡。这是什么？新8国联军都来了，没错嘛，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去访问中国啦，但问题是，他也的军舰也来台湾海峡绕来绕去啊。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这8国主张什么？这个8个国家就是说，台湾海峡是国际领域啊，他们就这样子啊，就自由航行权啊。台湾海峡是国际领域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台湾不是中国的嘛？他其实都讲得非常清楚嘛。所以来说，他这样子一直压迫了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以前这个霸凌这个台湾没有人理嘛，对，但他现在霸凌日本。美国会在意啊，全世界会在意啊，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一次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那尤其是我跟你讲，为什么纽澳会跟台湾结合在一起？你看今天纽澳的这个商会发表一个白皮书，他说呢，因为台湾呢很依赖这个所谓的高科技的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矿产嘛，我们的这个稀土嘛，那稀土台湾可能会断绝，所以为了要建立台湾的产业韧性的时候，台湾要跟澳洲纽澳要建立核心关系，特别是说我们很多矿产可以互相合作。对，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成立什么战略伙伴的关系？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很简单嘛，台湾是整个全世界半导体的核心地位嘛。对，台湾半导体还有日本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还有欧洲跟美国要结合起来嘛。所以跟你讲，这就是台湾的地位。你看，连纽澳商会都说，台湾的地位真的太重要。台湾有晶片，如果晶片出问题，全世界都出问题，连澳洲说你需要什么，我来帮忙你就对了。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就是台湾地位在上升的一个阶段嘛。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一次来说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中国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很简单嘛。因为你的表现真的是有点荒腔走板。你看，原本在上海的有一个滨崎步主题的咖啡馆，你看这里面放了满满的滨崎步的这个照片啊，就没想到呢，因为这样子之后呢，滨崎步的事件现在厂商自己把它清空，完全都下架，全部都空掉。对啊，我们之前还有说什么？现在中国网友把滨崎步当偶像看，对，并不是喜欢他的歌，是觉得说滨崎步你太帅了，有 guts。结果现在中国怕死了，是，如果滨崎步变成反抗我的一个符号，对，变标志怎么办？是，咖啡馆就是沙龙文化的衍生，启蒙活动、革命推动都是从沙龙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沙龙的就赶快把它下架。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嘛。我就跟他讲，志宏哥，你看到这几张都是人家以前有海报直接贴在那里，对，人家咖啡馆是冲着那里来的，对，结果一下子都清空了。对，我就说嘛，你如果有自信的话，你干嘛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就表示什么？你极端没自信嘛，对吧？那我讲，连这个滨崎步的主题咖啡馆都被清空了。而且今天最可怕的是什么？这是当天被清空的时候，一大堆中国人对都来到这里。对。他们有很多种革命，这不会是新的什么滨崎步革命吧？他们就看，他们就是很想，这个搞不好没多久就要被抄了。你们怎么可以抄？赶快来朝圣这样一个状况，对，他们还拍自拍，一大堆人，这是中国最害怕的。对，好，你看内部它可以控制，没有错。我想中国内部他们绝对可以控制得住，可是问题是外面的悠悠之口，你怎么停止？你看，这是法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啊，他说什么？滨崎步无人演唱会霸屏，上海这件事情闹大。对，他说很简单啊，他把整个事件说明得很清楚，所以他国际上，你看法国人当然知道这个报道。那你看 BBC 也来报道，他说什么？他说将滨崎步还有这个大龟真希的被迫下台事件做一个处理。他说形容中国的做法是 rude and extreme， 就是粗鲁又极端，对，那讲成这个样子，你看他报了一系列的这个报道，这样一个状况，你看国际上面都在嘲笑你中国的做法。那我就说，习近平这次的做法粗鲁又极端，让大家知道你的秋楼都喜欢呢。我就讲，这次滨崎步的这个作为来说，你看，我相信圈的不只是中国的粉，又圈了这个上海这个所谓法国的粉。搞不好连 BBC 的英国的粉都圈了，台湾的粉又圈了一大堆。所以我跟你讲，你这种粗鲁又极端的这个作为，只是让国际上更反感。尤其是你一直逼着人家说事情的时候，人家当然就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要大家底线，大家底线都跟你说清楚。所以才说，反而这一次的这个因为高市所引发的这一件事情来说的话，现在中国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个状态。你今天中国官方要干到底，但是人民的脑子很清醒。我们之前说，如果中日真的开战，真的如果打起来，日本一招，你中国的半导体通通没了，叫什么？光阻剂。光阻剂你一下去之后，什么都没有了。结果，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消息都还没有做哦。现在中国已经不管在所谓的股价上面、网络上面。恐慌已经来了，知道全世界绝对没有想到，日本竟然会变得如此巨大，为什么呢？一个字、一句话就可以让中国玻璃心碎。就现在光是一个传闻，可以震撼整个中国市场的股市，甚至让他们引发恐慌。因为最近这个东西根本没实锤，突然间有人在讲说，日本好像打算要开始抵制中国了，什么方式呢？包括 Canon， 包括Nikon，还有包括三菱化学，会对于光阻剂的出口进行管制，可能让中国这些半导体产业拿不到光阻剂。当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这是中国的股市大概从11月19号到24号左右，这个叫做国风新材料。
这个叫做南大光电，他们的材料厂瞬间突然间爆喷，有人喷40几%，有人喷10几%。比如说，好，你看哦，国风新材料飙了46.5，4个交易日而已。北京科华呢，我母公司也上涨了14.1，代表说中国人买单嘛，他们认为说，哇，日本真的要断炊了，那我们这些全部都起飞啦。对，但我讲啊，你想太多了，根本不可能起飞。为什么呢？来，我跟各位解释，这就是我们讲的曝光机。这就是我们讲又用到的光阻剂，而其中呢，在比较110到180奈米，也就是卡抽啦，很烂的东西，比较粗糙，不用那么要求的，这个叫做 KRF 克服。对，中国你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吗？来，各位，我跟你讲答案哦，5%，他们只生产了5%，在原本没有什么我们讲进口或抵制的状况下，只生产5%。这更高阶的，这叫氟化亚，氟化亚是用什么 ARF？它是用在大概7奈米到65奈米，也就是中国现在的骄傲。不好意思哦，赵尔猜猜看，中国自己自有生产率多少？我猜一下，2%，哎，0%，哎，0%，什么都没有，它生不出来嘛。一个5%，一个0%，按你这些国产的材料。你在涨什么的？所以根本是什么？中国人民懂。他们说趁这个机会，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消息，市场会利多，我的国难财来了。对对对，他想要发国难财，但是问题是你根本发不出来嘛，你要有得生啊。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在讨论很多东西哦，说我跟你讲，如果日本敢用光阻剂来去制裁我们，我们有什么稀土？对，我们稀土来去制裁嘛。结果说你知道吗？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直接跟你讲说没有呢。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不敢进日本吗？他们现在不要讲日本啦，别的被他们禁运的国家哦，他们都想尽办法修康，他个笑将将要把东西给出出去。比如说，好，现在有2个电动车最常用的，一个叫 D， 一个叫特，它用什么？用在它的涡轮跟它的引擎里面的。他说这2个是不是出口管制，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开始在干嘛吗？他说我们来想办法把它运出去。对，比如说第一个办法，这个我们讲到有一些马达没有限制，所以他们开始去钻那个洞。列出那个中国里面的清单，这个没限制制造的。我讲我把我要的贵金属偷偷的塞进去，对，我塞在那个没有限制出口的，然后寄出去，到你那边之后，你再自己把它溶出来，溶出来你再自己在那边用。他们用这种怪招，不然就是有客户跟他讲说呢，因为批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们做这种磁铁公司，不可能说国家要禁止我们钱不赚吧？喝西北风，它全部都禁了，我们的工厂也倒了啊。所以他说我们来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我卖磁铁的嘛，我本来是卖你 A 磁铁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写一封信给客户说亲爱的客户您好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有高阶的 B 磁铁。更好的想办法说您能不能买单？他就说用一个替代品，对，比如说我本来要用低用特，那我这边不能出，我就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商品形态。那客户想说，我就是要那个你这个效果又不一定好。但是你知道吗？等于说中国想尽办法，还是要把出口卖出去嘛，否则我们应该看到的成交量是0啊，这真的很可怜。你在想说中国现在经济蓬勃发展大国整天拿经济对人家拿钱砸别人，但实际上呢，这是中国第3大省份 ，GDP 第3大这个叫做山东。他说来，你们每天都在讲说中国多蓬勃，看看我的家，各位你看到那画面不忍直视。你是想说这是什么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吗？不对，这是发生在现在当下2025年。中国山东真正我们讲将近快要8亿人口，生活形态都还是这样，有钱人只有4、5亿啦。他说我没有抽水马达，整天喊说打日本，要不要先让老百姓过上日本人的生活？真的是不要脸，还敢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甚至有人说，你看全国 GDP 前3的城市，人口1.1亿，官富民穷，老百姓很穷，外界都不知道。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之下，多数的中国人看到说，哇，你还在跟我讲说你今天要去制裁日本，他们情何以堪？还在那边有马桶有门根本就没有门，好不好？很多厕所也没有什么抽水马达，就是一个坑，就变得这么惨。中国还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知道，多数的中国企业现在呢也要做一个关键字，那关键字是什么呢？乱就论，他们最喜欢讲的论。比如说，包括像什么喜茶，对，像什么海底捞，这是不是中国最有名的？因为他们内部内卷实在问题太大太严重了。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跑哪里去吗？跑哪里？跑到美国去，跑到美国去赚钱。对对对，现在真正能够赚钱的，
这个没有在开玩笑，人超多的跟美国对杠，然后去美国开店啊！当然了，因为这太讽刺了啦。因为他们喜茶的国内我们讲已经有4000家，对，你知道他们内卷到那根本就已经经营不善，经营不下去，所以开始要跑到美国去扩张，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跑到美国就去买，说我也要买喜茶，有这个招牌芝士奶盖水果茶特别好喝。然后你就看到有没有在这个纽约很有名的景点地点都有他们相关的分店，甚至是呢我们讲的包括法拉盛有一个奈雪的也是一样卖茶的。等于说中国现在内部包括茶饮料，甚至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瑞幸咖啡，说在里面的是星巴克的3倍，中国人的骄傲，就现在也是在大量的往海外扩张。这说明一个概念：今天你在资本有限的状况之下，你的投资一定是有额度。如果说国内的钱肯定是赚到赚不下去，也就是说呢，已经内卷到太严重，你才会想要到投递海外。而现在呢，全中国的企业跟产业，多数人虽然说喊打喊杀，但想着的还是如何去海外淘金。小勇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今天全台湾人都嗨了，原因是什么？川普今天签了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这不管在对我们的外交，甚至在官方的交流上面，重要性非常非常高。过去有非常多人讲说什么，川普只是为了觊觎我们的晶片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不单单只有晶片。在地缘政治，甚至台湾的战略位置，甚至台湾在整个全世界的重要性，真的不一样，它根本就是一个生命线了。你讲得很对，我们原先就以为跟凸显台湾的晶片产业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对美国的军事上的重要性等等，但是现在台湾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把这个经济影响力给放大了，对，整个扩大了。因为呢，台湾首先它帮日本挡子弹，就是说。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原料、设备、材料等等运进来，然后呢制造品出去。日本这个海岛国家它这样运作，所以呢海上运输是日本的核心利益、安全、生命线保证。而这个台湾海峡就是对日本来讲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对，但是现在发现，台湾其实是全世界的生命线，因为台湾的产业支持的不只是美国经济，而是全球经济。对，然后呢，所以呢。现在日本帮台湾挡子弹，台湾其实帮全世界挡子弹。台湾帮全世界挡子弹，为什么？我们仔细想一下，台湾是反共的前沿，对，台湾现在是民主对抗专制的前沿。乌克兰是民主国家，俄罗斯号称民主，但是是个人专制，他去侵略他，所以我们在强调民主跟专制这个界限啊，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对抗专制国家的那个对外扩张侵略。那么现在台湾代表的是反共的前沿，对，台湾代表的是世界关键的产业。台湾代表的是民主跟专制这个价值链的区别。我们要证明说，集权专制主义加上共产主义，加上扩张主义，加上民主主义，其实等于新时代的军国主义。中国在走的路线，就是在走上军国主义。所以大家感受到中国对日本的粗暴强硬的态度，其实是等于在对全世界做胁迫。中国现在等于在胁迫全世界一样，包括那个当初的稀土出口管制，对，是对全球经济的胁迫，所以美国马上翻脸，原因在这里，全世界都翻脸了。对，原来强调的是不能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这是美国的最高原则，欧洲也同意的啊。为什么美国、欧洲会帮乌克兰？就这一条。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而这一条适用于台湾，适用于朝鲜半岛，适用于南海一样，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现在中国不只用武力了，现在用经济胁迫。对，所以稀土出口管制对日本什么农产品的限制、旅游的限制，一大堆稀土的限制。现在对日本的胁迫，就是在反射出中共将来对全球秩序的胁迫会怎么样。所以台湾在第一线的话，等于说台湾跟中国的对抗，其实是在向全世界为全世界挡子弹一样。对，就是你们看到台湾的情况，不是台湾个别，不是两岸关系，这个是台湾情况的国际化，让国际感受到中共对台湾的态度，等于在反映出他将来对全世界的态度，就是不是武力就是胁迫，对，不然就是渗透，不然就是那个红色的渗透那一套。所以台湾如果出问题垮掉的话，那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是日本的、美国的、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问题。对，因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的关键就在台湾。蒋总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当今天我们全台湾都嗨，我刚刚特别讲，今天川普签了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不要忘了，之前川普是被大家形容什么？他说台湾人你偷晶片。台湾你的晶片是国安的问题，所以你要什么来美国设非常多的厂什么之类的，就大家说什么你川普只想把晶片偷走，结果现在看
完全不一样了。哎，我先说明一下，你这个用语非常好，就是他说台湾偷走晶片，原来英文是用 take 是拿走，对，后来用 steal 偷走，请注意，在英文表达里面有一个情况是这样，本来大家认为在争总冠军的时候 ，A 跟 B 是主要的对手，对，结果总冠军最后被 C 拿走，这个时候英文会说 C 啊 steal the show， 把整个大戏偷走了，整个戏份被他抢走了。对，这个 steal 是赞美的意思，你加厉害加高。哦，川普用台湾讲 steal 这个字，老美一听就懂，这是在赞美台湾了不起。这是赞美。本来这个晶片产业应该是先进国家之间来争夺才对嘛，怎么又轮到台湾？结果台湾意外崛起，把这个晶片产业拿走了。偷走了都可以。现在是川普，你说要偷，你也没办法偷。为什么？台湾就是一个像你口中说，根本是一个非卖品嘛。对，是这样子。因为台湾的那个影响力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的主导之下。对美国来讲，台湾算是它的地盘，啊，它军事、外交、教育、科技、产业各方面，美国跟台湾之间有紧密的连结。对美国来讲，台湾是归他管的，是这样子。我们来形容一下。那现在美国不可能拿台湾来做交易，去跟中共谈。比如说，美国希望你管制芬太尼毒品的出口，对，中共会说行，你可不可以在台湾这边给我一点回馈？什么回馈？比如说，你可不可以从不支持台独改变成反对台独啊？这样子，他就是说要在台湾议题上，美国让分一下。美国说不行，台湾本来就我的，我为什么拿来跟你谈？对，哦，所以台湾在美国眼中是非卖品。但是呢，他不能把台湾宠坏了。第一点，他这个大国不愿意被小国牵着鼻子走，他不希望美国被动被台湾拖着走，所以他会对台湾有的时候假以辞色，哦，搬下脸孔。但是其实他不可能拿台湾去卖，因为台湾是他的核心利益。美国保护台湾是保护美国自己的海洋前线，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形容，在美国眼中，在川普眼中，台湾是非卖品。另外，以前川普讲过一句话讲台湾，他说他签法案的时候，那个桌子是中国，然后呢，台湾是那个笔尖。那很多人会说，哇，这个看不起台湾。错，为什么？总统签法案的那一支笔会被联邦博物馆收藏。桌子不会，然后呢，那一支钢笔的笔尖是它的价值所在。对，所以他在讲台湾是讲台湾是创造价值的地方，价值的所在。然后这个桌子的话，联邦博物馆不会收藏，是那个笔才会收藏。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